能有听过我讲过说，就是我如果发现大英文阅读实力不足的话，有一个方式是叫做练翻译 ，OK， 好，就练中英文的英文翻中文的翻译 ，OK， 好。那这个练翻译其实老实说也不是。其实不是跟别人学来的，是我自己有感而发。为什么有感而发？因为我大学，我刚刚讲我那种很苦痛的英文学习历程嘛，对不对？那经过这个学习历程之后，其实怎么样呢？还是很苦痛。OK 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一遇到文章一困难，像 GMA 这种文章，基本上就是自学英文的实力是没办法到那边的。OK 哦，好，来，所以那时候我后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要回溯，因为想说。那时候考完760之后不明不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我那时候考这个试，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去读 MBA， 也不是为了要读 MS， 我单纯只是因为不知道害怕，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就考了。OK， 好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，还是只有我比较废，不知道。OK， 就是我虽然是财经系毕业，可是大学的时候没有找任何实习，就好像这一个实习叫什么土地银行吧，哦，土地银行，就是没有听说，就是那个台湾关谷的唯2家银行其中一家土地银行这样子。OK 哦，好，然后。我也没有去找没找什么厉害的实习。然后你也知道嘛，当你今天读了商学院，你今天读商学院，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干嘛？打怪练功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打怪练功？你要追求就是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你的 CV 上的 achievement。如果你大一比较厉害，家里就会帮他找好实习。我还记得我大一我们班上就有人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大一干嘛这样子。然后好，但是 anyway， 只要你大二没有找到实习的话，你大三就不会有好的实习。大二、大三没有好的实习的话，大四你就比别人输了一截，这应该有体会过这种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没有实习，除了要找实习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商业竞赛啦，好各种的营队，好各种奇怪的，像比如说 ISEC、模联这些东西，OK， 然后好累积一下你的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头衔 achievement，OK， 然后身上的这些牌这样子，OK， 然后好，但也许这些东西就是还蛮有价值的，也许啦这样子，可是我实在感受不出来这样子，OK， 然后好，因为我自己的兴趣不是在那一块这样子 ，OK， 所以那个时候考 GMAT 只是因为我刚想说，糟糕了，好像班上的同学们大家毕业都要去外资，好，都要去什么，比如说 Morgan Stanley 之类的科系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说，哎，不对啊，那我班上的成绩我好像倒数20名吧。好，你不要以为班上40个人倒数20名啊，班上120个人，我是倒数20名。OK， 好，我差点破100名次这样子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出去也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想说那不如先出了国吧，反正出了国洗学历回来，搞不好会有人被我受骗的，就用了我这样子。OK 哦，那他就衰了这样子。OK， 好，anyway， 就是那时候想说，那可能就出了国，也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学校，反正想说那就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模式，GMA 先考高再说这样子。OK 哦，好，就会发现说，哎，考完之后就发现说，其实。就开始想很奇怪，我也没有很真的很在乎要把这个考试，还是不要这样讲好了。然后就是我没有把这个考试看得非常的critical 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也不觉得我真的为了这个考试就是有特别下了很多针对它的功夫。OK， 好，但我就开始回溯出到底是为什么我今天考这个考试的时候会。就是得到这样的分数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预习到这样子。我那时候是想要先考试试看，不行的话你知道我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先把26000领好 ，OK， 然后好，你先去银行领26000放在身上 ，OK， 不是为了贿赂考官啦，这样子哦，你是考完之后，像如果考不理想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马上怎么样搭捷运直奔大安站，然后上来报名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我想先考试试试看，对，然后考到那分数，我还回溯一下，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还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。我大四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影响我很大。因为我大四的时候被我一个喜欢的女生 ，OK， 喜欢的女生这样子，OK， 好，不是被骗哦，也不是被怎样哦，也不是被当工具人哦，没有那么惨这样子哦，就是他说他要去上，他是一个国际系的，好，如果你有是我这一届的话，我不告诉你是哪一届的，然后如果你是我这一届，他也不要去人肉他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台大国际系的，然后他就是说他要去上翻译课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他去上翻译，那个就是外文系一个汤丽明老师开的逐步口译，然后翻译是3小，就是感觉好像很困难，但 anyway 就是想他去上，然后我就赶他去上，因为那班上只有12个人，我那种很天真以为就是班上人越少越容易相处这样子，然后上，然后大四这种天真的习惯 ，OK， 好，来，当时上的都怎么样呢？就想说好，有什么难的嘛？12个人而已，小班啊，感觉很亲和，就没想干超硬的，班上每个人都蛮外文系的。然后那个我喜欢女的，她是就属于在国外回来的那种，所以她这种英文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老师上课模式就是什么？好，开那个 tab。
的那个影片，现在影片不是都有字幕吗？把字幕关掉这样子哈。那影片里面讲的东西很多是学术用语啊，或者是一些学术的新知啊。老师放几句话的时候按暂停，然后怎么样？底下面台下的人起来，好，请他直接现场翻中文出来，就是按了暂停之后马上怎么样的，1秒之内点起来，就要立刻翻那一段中文出来。OK， 然后好，其他人都翻很顺，我就怎么样的？我觉得怎么翻都翻不顺，然后老师每次怎么样呢？然后点我之后，我翻完之后，老师会点另外一个人起来翻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翻得更好，然后想说靠腰嘞，然后心情大受打击，然后那个学期就还是熬过去了，然后老师人很好，没有给我60分整，好，他给我大概70几分，那我也觉得自己很自责，好吧，那个学期我撑得很，就是明明今天里面的单词我都会，可是为什么我就是翻得不顺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好，反应不够快，然后呢也翻到都很 K 这样子 ，OK 哦，好 ，Anyway， 那个学期撑完之后，想说那以后这辈子再也不要碰翻译了，看这真的很烦这样子，好，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我那个学期在上翻译课的时候，我其实其他英文我都没有在碰，然后好，就是我没有去特别背什么单词，然后上翻译课的时候那些看到的听到的单词，其实很多都是我会的单词，所以说我没有特别去多查什么单词这样子。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完这个整学期课之后，我阅读速度变得快很多。OK， 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怎么样呢？我后来终于发现了，原因是因为现在看文章的时候，其实怎么样？其实你就是在看文章的时候，心里面你是把它翻成中文在思考。OK， 好，有些人会说什么？看英文要看得快，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用美国人的方式来思考。我听他在屁笑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OK， 然后怎么叫美国人方式思考？一个人生下来，如果你从小根据认知语言学，好 ，recognitive linguistic 的那说法，如果今天小时候1岁2岁之前，你不是用双语的话，你这辈子没办法变成双语思考人，就是 bilingual 这种人这样子 ，OK 哦。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怎么样呢？思考的时候，思考逻辑只会有一种语言，要么就是中文，要么是英语，而且其他你的母语 ，OK 哦。好，你除非你今天是哪一种人，是在国外待了20-30年、30-40年，你已经很久没有用中文，已经忘记中文怎么讲了，这种人才勉强的说是用英文来思考。好，你心里面思考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很多声音不断的对话，对不对 ？OK 哦，好，来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自己在看题目的时候，在思考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对话声音是英文还是中文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是用中文思考，对不对？那你用中文思考之前，你还会过哪一关？看到题目之后，这些字怎么样呢？在心里面先过一层怎么样？先过一层讲话关，对不对？就是阅读的时候，我们在心里默读。所以我们刚上堂课讲什么？讲说你今天如果读英文读得顺的话，你这个速度就变快不少，这是讲话关。OK 哦，讲话完了之后怎么样呢？这个声音会先被翻成什么？会先用英文被翻成中文，这叫什么？翻译关。OK 哦，最后才是什么？进到中文的意思之后再来思考，叫思考关。好，前面2关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速度。OK 好，比如说你看英文看的念的不顺，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心里面那个英文声音出来的速度。但最大影响速度是哪一个东西呢？就是什么翻译关。OK 什么叫翻译关？你如果翻出来这边 Google 翻译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的另外一边思考关也没办法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什么叫 Google 翻译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来，像我们刚看到这篇文章，好，来第9页第一句话哈。In a new book about the anti-party feeling of early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, Ralph Cashin argues that the first 6 presidents differ decisively from that president because his first 6 have varied inherited from the classical military tradi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England. 好，一般来说，你如果现在翻的话，你就会翻成什么样子呢？我示范给你看哦。哈，在一本新书关于反派对的感觉那个早期领袖在反派对的感觉哦，在美国早期领袖的反派对的感觉，好 ，Ralph Cashin 好认为说，或者是争论啊，前面第一批的6任总统，他们跟什么东西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，是跟后面的总统不一样，是因为前面6任总统，抱持的价值继承来自于传统的传统的人文科学传统，在18世纪的英国这样子，你真的会发生这样子？不信，我现在立刻点歌了，要不要 ？OK。好，不要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发现你这样等于说什么？你就是 Google 翻译，为什么？你只会把单字字面翻出来 ，OK 哈？你只会把单字字面翻出来，你也没有去调整它顺序，没有去理解它背后逻辑，它有隐含意思，你完全不管它这样子 ，OK？ 所以单字根本不是什么，根本不是看文章重点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全世界懂最多单字的人是谁？是 Google 翻译 ，OK 哈？那丢进去的文章，
拿出来可以看吗？完全不能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它，你没办法思考，你没办法做答案。OK， 所以正确翻，所以你如果今天翻译的声音怎么样，变成什么？比如像这篇文章是吧？在一本关于美国早期领袖反党意识的书中，Ralph Cashman 表示，前6任总统怎么样呢？前6任总统与后面6任总统、后面几任总统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他们承继了18世纪英国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价值。这2种声音跟刚刚那种声音，你觉得哪一种声音比较容易让你后面去思考？当然是什么？后面这种声音，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你要记住有一句名言叫什么 ？Garbage in, garbage out。如果你翻进来是 garbage 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思考过后之后也会是垃圾。OK 哦，好，所以我们才说翻译是一个练自己阅读速度很好的关卡。因为今天你只要每一句话怎么样呢？你如果今天因为像刚刚的那样子翻得很不顺的话，你一句话可能还是可以看得懂，可是就会以为自己看得懂，可是其实我叫你讲出来，你根本讲不出来。OK 哦，而且你每一句话只要读慢一点点，最后一句话你就越来越慢。你譬如说你前面这句话意思没有读懂或没有抓准的话，或抓得不顺的话，你接下来下一句话连起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慢。OK 哦，然后等到每一句话连下来，我就觉得怎么这篇文章越读越不懂，读到前面还可以，读前3句还可以，读到第4句开始就会慢慢开始 lost 掉，读到第6句根本受不了，想夺门而出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这就是各位为什么会遇到障碍的最主要的原因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再更加阅读实力的话，也是可以怎么样练翻译？那练翻译的步骤怎么样呢？你可以怎么做？好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？每天去找网络上的新闻来看。OK， 新闻有什么样的来源呢？好 ，BBC 可以找，然后呢，卫报啊不用找，好，因为太专业了。好，太阳报不用找，因为太智障。OK， 好，好，然后太阳报就等于英国一周刊、英国旺报这样子。OK， 太智障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可以去找一些就是像 BBC 呢这种有些比较短的新闻稿，或者你自己有兴趣的新闻稿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去找出来，然后去把一句话说翻，一天只要翻2段就好，2小段大概200个字左右就好。OK， 好，然后翻完之后做一件事，你要怎么知道自己翻的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好，你并不是去花钱请别人改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只要做一件事情。翻完之后，英文不要看，拿起你刚刚翻的中文怎么样呢？大声念出来 ，OK 哦。你只要念到发现你自己翻的不顺或意思怪怪的话，你自己会心虚停下来。那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好，你就知道这边我理解可能不太对或不太确实，回去重新去思考一次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觉得你今天反复修改过后怎么样呢？觉得很漂亮了，可以了，去念给你的家人听，你的读书会伙伴听，他听你的中文念出来。如果今天发现哪里不对，意思不对，直接打断你。一起来研究意思 ，OK 哦，这个步骤大概做了半个月到1个月，甚至2个月之后，效果会非常明显，在你的阅读上会有很大的进步 ，OK 哦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以后一辈子的能力，这样子 ，OK 哦。我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。那包括我现在有开工作坊，我也是在训练大家做这件事情，这样子 ，OK 哦。因为这个步骤到最后发现说，它其实翻译是整个准备过程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可以暂时摒弃你不喜欢领域，然后去看这世界上各种新知。OK， 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问你，这世界上最近这1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跟我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不要说这1个礼拜好了，这2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觉得什么是大事？美国发生什么大事？像什么虚，我听不懂。OK。美国好，举例子好，美国发生什么大的枪击案嘛？San Bernardino 枪击案，对不对？枪击案后面引申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川普跑出来，就是我们说美国就是不要说美国红修猪了，后面比他好很多，这样 OK 好，美国的就是也不是疯子啊，好，反正美国的好科斯海 OK 好，就是跑出来说什么？跑出来说。其实今天我们要全面禁止穆斯林来美国 ，OK 好，就是引起轩然大波，好，然后呢，在美国经济还发生什么大事？央行美国的联准会终于决定要升息0.25这样子，就是升息半码 ，OK 好，来，再来我们看到亚洲发生什么大事？人民币被纳入了一篮子货币里面，正式承认了国际上经济地位 ，OK 好，再来英国发生什么大事？英国现在淹大水，不是现在啊，前2个礼拜淹大水，跟台湾台风淹的差不多这样子 ，OK 好，然后再来好，那土耳其那边发生什么大事？好，土耳其做了一件蠢事，打俄国战机，然后呢，结果现在两边还有点斗嘴这样子 ，OK 好，来。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大事发生，可是我们却只知道什么？我们却只知道哈密瓜好像有一种哈味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我们却只知道说原来有军宅这件事情，我们原来就知道说原来台湾怎么样的，有一只猫从天上掉下来，然后被虐了这样子，好，或者是什么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被逼车，这种奇怪的小事情 ，OK 好，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，英文为什么有趣，就是因为怎么样呢？它是全世界最多资讯的载体，所以今天。
你看到英文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真的是可以看到全世界资讯。它并不是一种自信心的来源。好，学英文没有任何的自信心可言，这样子，它就是一种沟通用具。OK， 好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可以从英文看到说，其实就是在我们台湾这块地的地方怎么样呢？在外面有更多事情正在发生，而且你会发现说，台湾资讯真的非常隔绝，尤其是外电通常会晚，好。外电通常会晚国外大概1个礼拜或者是3天才会出，出的内容还会是错的。OK 哦，好，就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。你看台湾的外电跟国外外电，就看去比较意思，就知道完全是错的。OK 哦，好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台湾的所有娱乐跟游戏都落后国外大概2个月到半年左右不等。好，比如说你去听英国现在的那个什么。你可以上网去打 UK40， 好 ，UK Single 40 Chart，OK， 英国前40的排行榜，那里面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听的什么40首流行歌曲这样子。好，这些歌曲我可以打包票，台湾大概2个月之后才会听到，OK， 然后半年之后才会流行，然后会在夜店放4年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对，对，提醒各位要注意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赶快去脱离这种困境啊，就是。整个社会是个萎靡的氛围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人不能萎靡，人要坚强起来。OK， 好，